我们常听到这样一句话，叫做有福之人不用忙，无福之人跑断肠。福报向来被有着丰富生活与社会经历的人重视，因为他们知道福报对于生活质量的好坏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。在生活中，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人不用怎么繁忙，坐着沙发喝着热茶就把钱给赚到了，但还有更多的人常常是东奔西跑，忙忙碌碌，到头来也只是赚到一些辛苦钱。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这么大呢？这就在于福报大小的不同。一个拥有福报的人，做任何事情都会比较轻松，而他所想要获取的东西也会顺其自然的就来到了，根本不需要他费多大的周章。因为他福报大，所以就有足够多的福报来转化这些生活中的享用。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福报，那么他生活就明显不同了。如果这个人心中没有那么多的欲求和渴望获取的事物还好，虽然生活清贫，但是也能怡然自得。但就怕福报小还不认命，看到他人所拥有的财富地位，自己也想拥有，于是拼了命地去追逐，结果除了获得了一堆的痛苦和烦恼，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得到。如果我们有更高的追求，但是却发现自己的福报不足时，就要从根本上努力，要先去培养福报了。有句老话叫吉人自有天相，这里的天相就是上天的帮助。天佑善人，古人言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，意思是天道公正，从来没有偏私，却总会眷顾帮助善良的人。善良的人总能得到应有的福报，老天总是会奖励那些善良的人。你永远不会知道，一个小小的善举会给你带来怎样的善缘好运。人为善，福虽未至，祸已远离；人为恶，祸虽未至，福已远离。修学善法最讲发心，当我们发善心，行善事，福报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一，积阴德改变饿死之相。古时候有一位善人，他福报很好，儿孙满堂。他在临终时，儿孙们跪在他床前说：您要离开我们了，最后留点什么话让我们终生奉行吧。善人说：你们只需记住，学会吃亏，吃亏是福。其实善良的人根本不会吃亏。唐朝中书令晋国公裴度长得又瘦又小，他的相貌不够贵重，多次在功名场上受挫，他自己也很疑惑。正好有个相面的人在洛中，很被士大夫官员们所称推崇。裴度特意拜访了他，问命。相面的人说：郎君你的相貌神采同一般人稍有不同，如果不做达官贵人，就会饿死。现在还看不出来贵处，可再过些天来访，我给你仔细看看，
裴度答应了。有一天，他出去游览香山寺，徘徊在走廊和侧房之间，忽然看见一个穿素色衣服的妇女，把一件丹黄色贴身单衣放在寺庙的栏杆上，祈祷祝愿很长时间，瞻仰拜谢之后走了。过了一会儿，裴度才看见那件单衣还放在原处，知道是那个妇女遗忘了，又考虑追上送给她已经来不及了，于是就收起来，等待那妇女再返回来还给他。太阳已经落山了，还不见来，裴度就带着回到旅馆。第二天早晨，又带着那件衣服去了。寺门刚开，看到昨天那个妇女急急忙忙跑来，茫然失措，又惋惜长叹的样子，好像有什么意外的灾祸。裴度就跟上去问他出了什么事。那妇女说，我的父亲没有罪被拘押起来，昨天有个贵人给我2条玉带，1条犀牛带，价值1000多川钱，打算用它来送给主管的人，不幸丢失了，这样我老父亲就要大祸临头了。裴度很同情他，又仔细地追问那东西的颜色，都说对了，然后就还给他。那妇女哭着拜谢，请裴度留下1条。裴度笑着打发了他。不久，他又到以前相面的人那里，相面的人仔细审看之后，声音和脸色都变了，惊叹说，这种相一定是有阴德到了你的身，前途不可限量，这不是我所能知道的。裴度就把前几天的事告诉了他。裴度后来果然做了高官，人生是一盘很大的棋，你在这里迂回一下，可能就在那里蓄积了力量。换句话说，你的福报在后面，你现在所承受的都是你起心动念所造，你将来所拥有的都是你当下举手投足而来。古语云，贤达之人能安命也，意思是说，只有贤德良善的人才能真正掌控自己命运，从容处事，认识命运的真相，明辨善恶的标准，改过迁善的方法，行善积德，谦虚待人，必定今后福转大运。善良之人必有福气。巴西著名导演沃尔特·塞勒斯正在筹备自己的新电影。一天，正为此一筹莫展的沃尔特到城市西郊办事，在火车站前的广场上遇到了一个10多岁的擦鞋小男孩。小男孩问道，先生，您需要擦鞋吗？沃尔特低头看了看自己脚上刚刚擦过不久的皮鞋，摇摇头拒绝了。就在沃尔特转身走出10几步之际，忽然见到那个小男孩红着脸追上来，眼中满是祈求。先生，我整整1天都没吃东西了，您能借给我点钱吗？我从明天开始更努力擦鞋，保证1周后把钱还给您。沃尔特动了恻隐之心，就掏出几枚硬币递到小男孩手里。小男孩感激地道了一声谢谢后，一溜烟就跑得没影了。沃尔特摇了摇头，因为这样的街头小骗子他已经见得太多了。
半个月后，忙着筹备新电影的沃尔特早已将借钱给小男孩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。不料，就在他又一次经过西郊火车站时，突然看到一个瘦小的身影离得老远，就向他招手喊道：“先生，请等一等。”等到对方满头大汗地跑过来，把几枚硬币交给他时，沃尔特才认出这是上次向他借钱的那个擦鞋小男孩。小男孩气喘吁吁地说：“先生，我在这里等您很久了，今天总算把钱还给您了。”沃尔特握着自己手里被汗水濡湿的硬币，心头陡然升起一股暖流。沃尔特不由得仔细端详起面前的小男孩，突然他发现这个小男孩其实很符合自己脑海中构想的主人公形象。于是沃尔特把几枚硬币塞到小男孩衣兜里，对他神秘地一笑，说道：“明天你到市中心的影业公司导演办公室来找我，我会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。”第二天，小男孩得知沃尔特让他做了他新电影的男主角。他在录用合同的免试原因一栏中只写了这样几个字：“你的善良无需考核。3. 丈夫竟是自己的救命恩人。”有一个农夫的玉米品种每年都获得极好的收成，而他也总是将自己的优良种子毫不吝惜地分赠给其他农友。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大方，他说：“我对别人好，其实也是为自己好。”风吹着花粉四处飞散，如果邻家播种的是次等的种子，在传粉的过程中自然会影响我的玉米质量，因此我很乐意农友们都播种同一优良品种。凡你对别人所做的，就是对自己所做的，所以凡是你希望自己得到的，你必须先让别人得到。9年前，台湾新竹市一位林女士因为凝血功能异常流失了7成血，幸好2代分离式血小板输血，才挽回了她的生命。她一直想找到救命恩人，没想到恩人就在身边。2年前，林女士回到新竹，认识了卖肉粽的老板连志成，两人很快坠入爱河。后来，林女士在男友的家中看到很多捐赠中心给颁发的纪念品，询问下得知，男友从20岁开始，每3个月定期捐血，也曾捐过血小板。林女士想起自己的那场意外，又燃起了寻找恩人的念头。她多次去医院、捐血中心，想询问恩人的信息，但是由于要保护捐献者隐私，一直没有线索。后来，在她一直恳求下，工作人员只说捐献地点在新竹，捐赠者姓连。听到这里，林女士心中一动，说她的身份证号是不是某某？职员吃惊地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林女士本来只是想试一试，说了一下男友的身份证号码，没想到真的是他。当初救她一命的血小板竟然是她现在的男友连志成的。
这也太神奇了！原来两人的缘分早在9年前就开始了。虽然他们互不相识，但命运早已经让他们用另一种方式有了交集。你若想被爱，就要先去爱人；你期望被人关心，就要先去关心别人；你要想别人对你好，就要先对别人好。白方里老人93岁去世，登3轮近20年，为300个贫困孩子捐出35万元助学款。那年冬天，他到天津耀华中学，递上饭盒里的500元，说：“我干不动了，以后可能不能再捐了，这是我最后的一笔钱。”老师们全哭了。一个已经离去的普通老人，我们可能无法达到他的道德高度，但希望他的故事能够生生不息。生命是一种回声，你把善良给了别人，终会从别人那里收获善意。无论你对谁好，从长远来看，都是对自己好。当你发现一花一草一木都在对你微笑，当你发现每件事都充满顺缘，当你发现身边的人越来越喜欢你，这就是善良的回音。经典上说，一切福田都离不开心的。是的，心田上播下善良的种子，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。一个朋友每年都会偷偷资助几个家庭困难的高考生，一直是别人替他联系，他从来不让对方知道自己是谁。不解问他原因，他说，一是为了维护孩子们的自尊，让他们有尊严地接受帮助；二是不让他们有思想负担，想着以后报答他什么的。那你图什么？他说，快乐和安心。这些年，我的公司一直做得很顺利，由小到大，由弱到强。我觉得这一切都离不开自己的每一个善念，每一次善行。我做点好事，不是为了扬名，只是让自己更心安。所以我做了好事，很少有人知道。人有善念，天必佑之。这个天就是你周围的环境和人。生活自有自己的因果循环，它不满足于任何人的私心贪欲，一直善良下去，只问自心，不问得失。我始终认为，善是人性中所蕴藏的一种最柔软，但却也是最有力量的情怀。不管如何艰难，我们也应该坚持善良，不管多么孤独，也要坚守人格的高尚。因为总有一天你会明白，善良比聪明更难，因为聪明只是一种天赋，而善良却是一种选择。你付出了善良，或许不会马上回报，但一定会在另外的空间节点得以弥补。周易里有一句话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恶之家必快乐就越来越多。喜欢逃避，失败就越来越多；喜欢分享，朋友就越来越多；喜欢生气，
疾病就越来越多；喜欢占便宜，贫穷就越来越多；喜欢不施财，富贵就越来越多。珍惜一切，感恩一切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希望大家动动手指，转发也是一种行善，一个善良故事，每看见一次就是种善因的开始，每一次转发就是一个小小的善举。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无论你身在何方，愿我们一起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